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。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。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任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。这次啊，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音，这个人我接触过，思想还是很进步的，所以啊，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，争取和平，解放榆林。嘿，钟勋啊，你要是能把22军争取过来，你就牛大了啊！你别激将我，我们争取，我们努力争取和平解放榆林。好。给钟迅同志鼓掌！鼓掌！报告，进来。西教委，您的电报。我跟你说，18、19兵团一过来以后，都想好了，知道吗？马步芳部队情况有变啊，我要先回趟西北局。哦。张参谋长，季书记，就算走，也吃完饭再走吧。我刚在村子里买了一只羊，钱都付了，吃完羊肉再走。季书记，军令难违，非常抱歉，终止谈判。理解。那就带在路上吃。哎，天气马上热了，我让他们给做了几件衣服，刚刚做好，你带上。我们谈判虽然终止了，但还是朋友嘛。来，拿上。季书记，感谢您这么细致。张参谋长，蒋介石刚刚把左军长又提升为陆军中将，军饷补给给的都很丰厚。但我还是想请参谋长转告左军长，如今历史的潮流，人民的选择已经是非常清楚了，还请左军长能够慎重考虑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左军长。好。此外啊，我还有一个请求要麻烦参谋长。您请说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们这次来谈判，我们交流的非常愉快，所以呢，我也想请我们曹立如秘书长跟你一起回去，去拜见一下左军长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不为难，只是请您给转个话就行。我们的谈判代表可以在榆林城外等着，左军长愿见，他们就进城；不愿意见呢，咱不勉强。好。军长啊，您派我们去延安谈，都谈得差不多了，您却突然把谈判叫停了，为何啊？你们去延安的这些日子，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。
这个时候我就只好一遍一遍地临写王雪桥的字，写累了才能睡过一会儿。眼下我是进退两难呐。军长，这我就不理解了，什么叫进退两难？邓宝山将军的话我们得听吧。他打了3份电报过来催，让我们赶紧动手，别再犹豫了。要知道，我们都是走过弯路的人，我的手上都沾满了血。所以我想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走这条路。军长，我不这么认为。这次我们去延安谈判，见到了习仲勋书记和曹丽如代表，我感到共产党对人很真诚。即使您中途叫停了谈判，让我们回来，习书记还是来探望我们，关心我们，让边区政府给我们做单一。就这样的气魄和胸怀，让人佩服。军长啊，说句心里话，我愿意跟他们打交道。这才去延安几天呢，都成一家人了。军长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经到榆林了，就在城外，他们已经给足了我们尊重和耐心。我们如果起义，都还可以谈条件和提要求，继续谈吧。军长，榆林城外共产党又增派了1个旅的兵力啊！如果不谈，这仗可就在眼前了。军长，22军全体将士的生死，可就看您的了。军长，国民党这条船已经沉了，唯有和谈，唯有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变，我22军才能获得新生。好吧，明天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见面。邹军长，终于见面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曹先生，请坐。请。来之前啊，我们西北局的习仲勋书记再三叮嘱，一定要尽最大的耐心和诚意，争取左将军起义，争取和平解放榆林。今天，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，把你们的要求和条件都提出来，我们尽量满足。对于本人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定，贵党还能够如此的大度，做我真是歉疚万分呐！啊，习书记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了，今天我总算明白了，习书记这样做，完全是为我好啊，完全是为我们22军的弟兄们好啊！啊！左军长，能明白这一点很好啊。您是邓宝山将军的老部下，是胡锦铎的好友。习书记不愿意与您兵戎相见呐。习书记果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是啊。习书记，咱这么着急去野前指，是要准备打西安了吗？是啊，我们西北局成立了西准会，13个局处，就是随时做好准备，解放西安，接管西安。那我明白你为啥派我去学习了。学得咋样嘛？
还行吧。还挺谦虚的。前几天我见了公安处的负责人了，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，说你小子鬼得很，有做公安的潜质，准备把你调到他那儿去。调我去做公安？是啊，我不去，我得跟着你啊。现在你跟不跟我不重要，啊，你要尽快成长，尽快独当一面，多为党做些工作。那我也不去，我就跟着你。他说，新中国就要成立了，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到处都是潜伏的特务，接管城市后的工作更重要。所以这次去了之后啊，你就留在那儿，尽快把公安处的工作熟悉起来，听到没有？行，我服从安排。要打现在就打，听我的，错不了。怎么打？拿什么打？我不同意。同志们好。哟，朱旭，哎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你说说，现在是不是攻打西安的最好时机？哎，我先说说不能打的理由，好吧？钟轩，胡宗南已经把他的部队从铜川一线调了过来，又组建了不少的地方保安部队，兵力增加了很多，对西安形成了弧形的防御态势，这是其一。第二，他们到处挖城壕、修堡垒，构筑了完整的城市防御工事。哎，我们的第一军、第二军已经占领了三原和高陵，把胡宗南的防线已经戳了一个大窟窿了。我们应该乘势挺进。胡宗南在西安苦心经营10多年，手里握有7个军，超过20万人，光西安就有8000守军，而我们呢，满打满算实力不够啊。我们平津的7个团马上就开过来了，我们的胳膊已经粗了，还怕他们什么？7个团最多15000人，人数还是比他们少。我看，还是等华北的18、19兵团到了再动手。同意。我倒认为啊，我们可以就把它当成18、19兵团的先头部队来迷惑敌人。嗯，现在情况既然这样了，那索性啊，这7个团也不用再隐蔽行军了，索性大张旗鼓挺进西北。这是个好办法。哎，安住，朱毅司令啊，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西安的城防图，这是及时雨啊！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胡长官，太原战役之后，共军华北军区的18、19兵团归建了第1野战军，由彭德怀统一指挥。我判断，共军华北部队必将向西渡过黄河。这彭德怀不但无准备之仗啊，他现在手里这么多兵力，他是不会放过西安的。就算共军大举进攻西安，至少需要2、3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只能从外北打起，不可能直接插上西安就打。而外北作战，起码要消耗他们1至2个月的时间。参谋长的意思，还要坚守西安。如今我们手中能用的部队，尚有裴昌会的第5兵团、李震的第18兵团，以及西安绥靖公署的直属部队，共13个正规军，约24万人。如果迎战，未必会输。你呀，太小看彭德怀了。
报告，空军侦察到有大量共军，都是华北军区的番号，现在正从山西方向西进黄河。那听没有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对吧？参谋长，我们必须提早考虑战略退却。现在我宣布，主力部队即日起撤离西安，各部门向汉中转移，只留部分兵力控制西安和乾陵，以关中西部、陇东为防御重点，让清宁二马配合我们，保住西北，平整西南。安静，都安静。我和大家说明一点，此次撤离属于战略转移，不是逃跑。华北共军西渡黄河，直奔西安，我们的目的将共军吸引到宝鸡一线，形成反包围，从而一举歼灭。听明白了吗？杨军长，到，即刻起接任西安警备司令一职，带领你的17军担负保卫西安的责任。17军上下浴血守土，绝不辜负胡长官的信任。我杨德亮誓死愿与西安古城共存亡。好。各位同仁，我们应当同心竭力，共赴前程。是。我没听清楚，诸位就是这么效忠党国的吗？我要听到你们的勇气。是。跟我来。请，谢谢。掌柜的，哎，人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呀，超伟，季木兰同志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茂堂同志，西安情报处副处长，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了14年，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。这位是西北局派来领导我们工作的秦木兰同志。茂堂同志，秦木兰同志，久闻大名，今天终于见到你了，太好了。我今天来啊，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胡宗南跑了。跑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。哎，那个西安市长王有直呢？他不是一直说要用起义来迎接西安的解放吗？他被胡宗南带上了飞机，不过他把西安所有重要的档案全部封存了，砌在了档案室的一堵墙里。哦，还有，国民党团管区司令王子伟
已经决定起义了。太好了！司令员，习书记，哎，文明同志，来，快坐，坐下。啊，好消息啊，好消息！昨天下午，胡宗南召开了紧急疏散会议，凌晨3点，带着绥靖公署的人上了飞机，向汉中逃窜。现在西安城里边只有杨德亮的第17军在驻守。太好了，张德，这胡宗南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西安？这个情报准确吗？是啊。我们西安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工作非常严谨，这么重要的情报不会有误。好，那我们就趁热打铁，不等华北的2个兵团了。参谋长，立刻命令第6军军长罗元发，按照计划对敌人发起攻击，解放西安。是。好，各自准备啊。韩忠，到。你马上带领军管会公安处的同志们，随第6军罗元发的先遣部队，抢先1步进入西安。一定要防止敌人对我们城市设施的破坏。是。同志们，在你们的面前，就是胡宗南盘踞多年的西安，解放西安的光荣的使命，落在了我们6军的头上。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，马上就要回到我们人民的手中了。张总旭副司令员命令我们向西安进军，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，在城内遇到抵抗，只准用枪，不准用炮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打到西安去！打到西安去！消灭胡宗南！消灭胡宗南！消灭胡宗南！杨局长，您找我？解放军已经突破了渭河防线，正在向西安进攻，看来西安是保不住了。魏处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认为，就算共产党进了西安城，也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。我草拟了一份破坏计划，随时可以配合外围国军主力反攻西安，请您过目。好，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反共救国第6总队司令。所有的西安军警统归你指挥，你带领他们成立火焰别动队，配合西安卫戍区司令萧绍文坚守西安。是，一定不辱使命。好，党国还有你这样的重臣，好样的，一定要放开说。什么东西，一个比一个跑得快，都是一窝里耗子，谁不知道谁呀？主任，都跑了，整个西安城就剩咱们和新上任的萧绍文司令了。这萧绍文也是早晚的事儿，没准现在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。啊？那主任，咱们是不是也得跑啊？那再不跑，真就没有机会了。他们跑是因为他们有背景，他们有后路。我们往哪儿跑啊？跑回富平老家去。现在陕西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地盘，而跑到哪儿都是死。
那怎么办？他们都走了，我就是西安的最高指挥官了。那就用这最后的机会，跟共产党一决高下，也算了了我一生的追求。团长，真能坐火车去西安吗？当然能坐火车去西安了。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？对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解放军？你们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去解放西安。国民党来了，没有火车；共产党来了，要啥车有啥车，去上车。哎，同志们，上火车了，进西安！走，跟我来，我带你们上车。来，进车。宿舍。行，我们在这儿等接应的同志，所有人原地休息，检查武器。军管会第5。你是赵？我是赵和民。啊，是秦木兰同志派我来接应你们的，这是他写的便条。赵和民同志，我是军管会公安处的第5汉柱。啊，汉柱同志，哎，现在城里啥情况了？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，潜伏的特务想要破坏的目标有很多，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，就是接管市政府和所有民生相关企业，电厂、水厂，都是特务破坏的重点。没事儿，咱不怕，我们带了可以排雷的排爆工兵，哪里需要，我们就去哪里。好，快进路，走。同志们，西安是人民的了，大伙儿都帮着百姓，忙活忙活。大哥，西安城的西门、南门、北门火车站、飞机场，可都被共产党的人给占领了。西安盘管区和民政司的总队判卫，找了咱们不少兄弟。找地方先躲几天，养精蓄锐，接着跟他们干。吴宗南这个孬种啊，临阵脱逃，把西安城白白的就送给了共产党。西安失陷，甘青宁新，门户大开，整个西北的局势对我们不利啊。所以必须收复西安，
但若想收复西安的话，光靠我们马家军是不行的，必须要胡宗南帮忙。胡宗南靠得住吗？之前口口声声说要空援榆林，可结果呢？连左协中都要降了。马长官，您误会了，胡宗南啊也是有心无力啊。他的飞机在潼关、河口监控共军，你要想让他分身空援榆林，的确为难啊。这个胡宗南，在西安失守之前，他还来求我们，可现在呢，西安失守了，换作我们去求他了。求人不如求自己呀，敦敬，咱们西北这么些年，不都是靠我和你父亲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底子吗？组建宁青联合兵团，也是我和你父亲早早就议下的。你们不会不遵守诺言吧？家父深知西北局势多变，但绝无一家一户之私心，愿与您共进退，与大西北共存亡。好，好啊，敦敬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向总裁禀明计划。但是现在，唯一让我担心的，就是胡宗南不配合。二位马长官不必焦虑，我和你们联名，向总裁发报请战，让胡宗南配合，联合出兵，收复西安，南北夹击，定能扭转局势。好。您先去。胡长官，总裁电令，要我们配合二马收复西安。配合二马，马步峰、马鸿逵，就是两个滑头，脑子里只有一件事：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地盘，不让共军进甘肃？心里哪有什么党国的利益？校长这是逼我为他人做嫁衣裳啊！糊涂。二马联合郭继强，直接把请战书递到了校长手里，我们很被动啊。我苦心经营汉中防线那么多年，就是要蓄势待发，等待时机，有朝一日能够复兴党国。你这么搞，是要出事情的。青宁二马主动要打西安，我们就让他往前冲。马家军的骑兵一向是凶狠彪悍，如果真能打几个胜仗，收复了西安城，倒也未必是坏事。但愿吧。军令不可违。这样，你叫裴昌会带着他的第5兵团兼行出发，但是一定要提醒他，动作不必太快，原地踏步都可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共军华北军区的2个兵团真的过了河，恐怕我们将会有场恶战。就目前的形势，我们只能将计就计，逼着青宁二马出陇东，进关中。这或许为我们将来能够顺利的撤往四川，创造一个好时机。是。好好的一盘棋。
如果胡马两军一起攻打咸阳，哎呀，各位辛苦了！哎呀，彭总，这是绑架吗？这是啊！彭总啊，你回来的太及时了，可不及时吗？刀削面都没来得及吃，跑回来了吗？现在啊，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已经联合起来了，这是要与我们决一死战啊！而现在呢，敌强我弱，麻烦得很啊。胡宗南和宁青二马，其实一直都是心怀鬼胎。但是他们呢，这是有点实力的。是，不管怎么说，企图夺回西安，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。来吧，说说。彭总，根据情报，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到兰州和马步芳会面后，制定了共保西安协议。宁马的3个军，青马的2个军，加上胡宗南的第5兵团、第7兵团，兵力上敌占有绝对优势啊。二马的队伍一半骑兵，一半步兵，速度非常快，所以在心理上，马家军是很狂傲的，根本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。董薛，18、19这2个兵团，什么时候能赶到啊？我已经命令他们日夜兼程急行军了，但是他们回复我说，战士们已经到达了极限，就算这样，也只能20天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。而且我们刚刚接管西安，城外的敌人虎视眈眈，城内的特务又在到处搞破坏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2个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向我们发起进攻，咸阳和西安可就危险了。这呀，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。得要想办法，在我们2个兵团到达之前，要迷惑敌人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西安是不能丢的，必须要保住。董薛，这个任务可就是交给你了。明白。同志们，几个月前我们练兵的时候啊，就提出了打到西安去，活捉胡宗南。现在啊，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面一半。中央啊，决定了西安市军管会、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人选。在军管会贺龙主任没有回来之前，由贾拓夫同志负责主持军管会和接管西安市的工作。西安解放了，接下来啊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城去，要以最快的速度进到西安城，建立新的政权和革命秩序，尽快恢复生产。习书记，现在进入西安，我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。哦，为什么呀？目前，西北的军事形势是二马加胡宗南总兵力是20多万人，我们一野只有10几万人马，敌人占据绝对的优势。二马的部队在北边，随时可以攻打咸阳，而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南边，随时可以反扑西安。而且我们现在在西安啊，只有一个第6军担任警备工作。胡宗南一旦反扑西安，我们真的顶不住。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啊，中央已经派了18、19兵团来支援我们，他们一到，敌我悬殊这个局面就会马上扭转。徐书记，我也觉得现在接收西安困难很大。西安有50多万人口，每天需要粮食600吨，煤炭400吨，油、盐、蔬菜200吨，时间非常紧迫，能不能保障供应？压力很大。是啊，老百姓每天睁开眼，第一件事就是吃饭，粮食供应不上，那确实会出大乱。所以托夫同志啊，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。不管压力困难再大，你也必须得解决好，供应好。行，我努力。
一定做好这个先锋，为西北局机关进城扫除一切障碍。不光是你们啊，我刚才就说了，我们西北局所有人都要进西安城。徐书记啊，还有一个情况，胡宗南撤退的时候，留下了很多特务。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这些人训练有素，专门组织各种暗杀、爆炸行动。所以在城里的秩序没有稳定之前，西北局还是留在延安办公好。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，国民党保密局在西安留下了10几个组，国防部第2厅以及其他的很多特务单位也都有潜伏人员，人数加起来得有3000多呢。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，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各种难题。彭老总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啊？就是因为他总是靠前指挥。我认为啊，我们就应该向彭老总学习，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也应该到一线去解决问题。同志们，西安啊，是整个大西北的战略要地，它的解放，我们的抵达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所以我认为啊，不光是西北局的家属，也应该都跟着。这样，我带头，老婆孩子我都带着。我同意习书记的决定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好，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定了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要着重讨论，我们进到西安之后，在18、19兵团没有到达之前，如果胡宗南反扑，我们该如何保住西安城？疾风和暴雨结成知己，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。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，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。与信仰相遇，找回生命的远近，不懈崎岖，寻觅真理，为强者点击血色红旗，将信念磨砺，思想火花